注册资金超100亿元，年营收超2000亿元。这样一家顶尖企业，居然发生了一件比电视剧还离谱的事情。2025年7月，上海陆家嘴未来资产大厦35层电梯里挤满了人，有算着劳动合同要说法的员工，有捏着欠条手都在抖的供应商，连保安大哥都一脸茫然地跟着凑热闹。他们都在找同一个人，君和集团老板何其。可这哥们儿呢？有传闻他早在日本买了面朝大海的豪宅，跑路2年多了。更绝的是，这下2024年还排中国企业500强第192位的钢铁巨头，全国17个产业园全烂尾，2971亿城投债打水漂，5000多员工被欠薪2-3个月，你敢信？他号称卖钢材，年入2500亿，实则玩左手倒右手的数字游戏，空转贸易刷营收，比你双11凑满减环流，用 PPT 骗地搞产业园，一套厂房卖 N 次圈钱。你见过最离谱的老板跑路是啥样？是卷款移民还是假装失联？弹幕先炸一波，让我开开眼。今天咱们来聊一聊这位长乐首富的操作，看看这2500亿的营收是怎么靠空气钢材堆出来的。君和的老板何其出生于1982年，土生土长的福建长乐人。17岁他就被老爹塞进自家建材公司，天天在工地数钢筋。是真数钢筋，不是后来那种账面数钢筋。2003年，21岁的何其揣着几万块闯上海，成立了家钢铁贸易公司。据说为了抢订单，他能在暴雨里蹲守客户3天3夜，凌晨落汤鸡都不放弃。这股韧劲确实够拼。早期的何其还算老实，就靠卖钢材赚差价，1吨钢力求多挣5毛钱，慢慢完成了原始积累。可咱们常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当他发现搬钢不如玩钱快时，一切就开始变味儿了。2015年，何其突然开窍，钢材贸易累死累活，哪有金融来钱快？于是他疯狂参股九江银行、深港证券，搞商业保理、玩基金，甚至掺和江西银行 H 股上市。就这么折腾了几年，奇迹发生了，何其个人财富飙到80亿，成了长乐首富。旗下上海君和、厦门君和2家公司双双冲进中国民企500强，这剧情是不是很熟悉？当你还在纠结奶茶加不加糖、外卖选哪家时，人家已经靠财技把公司刷进500强了。你觉得做生意最重要的是产品质量还是财务报表？有观众可能很难理解，钢铁贸易是重资产行业，怎么突然就玩起金融了？其实答案很简单。2015年，有个城投老总跟何其抱怨报表太丑，发不了债。何其一听，脑子里瞬间闪过一个天才想法：我帮你做报表，你给我好处，这不双赢吗？就这么一句话，直接催生了后来坑踩无数人的空转贸易模式，堪称贸易刷单界的劳斯莱斯。咱们今天重点来了啊，都打起精神。君和集团的核心套路，说白了就是空转贸易加产业园的组合拳，共分3步，咱们来一步步拆解。首先呢，是把空气卖成100亿营收。何其的第一步操作堪称财务造假界的教科书。他先找需要美化报表的地方城投合资，成立一家贸易公司，比如注册资本1亿，今天这家合资公司买君和1万吨钢，账上记10亿，过几天再把这1万吨钢卖回给君和，又记10亿。你猜这钢材动过吗？别说动了，有的甚至连仓库都没有，人是空气层单。这就好比我和你假装买卖手机，我把100部手机卖给你，你给我转10万，然后你再把100部手机卖回给我，我再给你转10万。手机从头到尾没见过面，但咱俩都可以宣称今年做了10万生意。就这么简单的套路，某地方城投跟君和合作后，1年营收从6亿干到61亿，其中52亿都是这么刷出来的，还顺利发了8亿债券。第二步便是用 PPT 换价值100亿的地。刷出漂亮报表后，何其就有了跟政府谈条件的资本。他拍着胸脯跟地方政府说：“你给我块地，我帮你搞产业园，拉投资、复就业、增税收，包你政绩，好看。”地方政府一听这话，眼睛都亮了。毕竟谁不想要招商引资能手呢？于是就以远低于市场价的价格把产业用地卖给君和，有的甚至只有住宅用地价格的15%至20%。最离谱的是，何其连像样的招商计划都没有，就拿着一堆真假难辨的企业意向书应付事。有记者调查发现，青岛某君和产业园一期入住率不足30%，对外却宣称全部爆满，这操作简直了，比开发商拿地容易多了。第三步便是金融收割，把同一套房卖 N 次，拿到地之后，何其的骚操作才真正开始。
产业园刚打了个地基，他就开始第一无证预售厂房，哪怕手续不全，也要先把钱圈进来。第二，拿项目合同去发 ABS， 信托产品简单说就是把未来的租金现在就卖给你。第三，更狠的是把已经卖掉的厂房再抵押给银行，一套房收好几笔钱。这里给大家科普下 ABS 啊，不用怕听不懂，其实就是资产支持证券。比如君和说我这产业园未来能收10亿租金，然后把这个未来收益分成10万份，每份1万块卖给投资者，承诺每年给8%利息。可问题是这产业园能不能盖完都不一定，所谓的未来收益就是画大饼。大家有没有买过看似靠谱的理财产品，最后发现是坑的？举个手，让我看看有多少人跟这些投资者一样踩过雷。2025年3月，上交所出台规范商品贸易业务通知，要求货款票一致，相当于给君和的魔术表演亮了红灯，所有猫腻瞬间暴露。到了6月，君和彻底扛不住了，通知5000多员工主动离职，配合离职的话，工资能结算到5月底；不配合的话，5月工资都没有。赔偿金更是想都别想。可最惨的不是员工，是那些被卷进来的冤大头们。城投公司亏了本金还要补税，简直雪上加霜。跟君和合作的城投公司现在肠子都悔青了。首先投到合资公司的钱基本打水漂了，其次更要命的是税务问题。君和开的大量增值税发票，现在被税务局认定为异常凭证。城投公司不仅要把抵扣的税补回来，还要交罚款和滞纳金。有城投高管私下说，钱没了不说，更怕被查。这话听着都让人心疼。但是谁让他们敢这样干呢？更吓人的是，全国有2971亿城投债卷入君和事件。山东、浙江的城投公司亏得最惨，相当于地方政府不仅没拿到政绩，还背上了巨额债务，最后还得自己收拾烂尾的产业园，拆掉要花钱，续建也要花钱，简直是无底洞。银行这边也好不到哪去，君和抵押的资产大多是没盖完的产业园，这些东西根本卖不出去。普通住宅再差还能打折卖，产业园要是没人入住，就是一堆废钢筋混凝土。有银行客户经理吐槽，拿到这些不良资产简直是食之无味，弃之可惜。更坑的是，君和还通过虚假贸易合同骗了不少银行贷款，比如用空转产生的营收证明申请低息流动资金贷款，最后钱要不回来，全成了坏账。你说银行冤不冤？最可怜的是那些买了君和 ABS 信托产品的小投资者，当初听着政府合作项目稳定高收益，把养老钱买房钱都投了进去，结果现在别说利息了，本金都要不回来。青岛有个投资者花200万买了套产业园厂房，现在工地都封了，钱也拿不回来，天天去维权却没人管。我问问大家，如果你们是这些受害者，会怎么维权？找政府还是打官司？评论区出主意。看到这肯定有人问，这么明显的骗局，为啥没人早识破？其实原因很简单，就是各取所需的共谋。对地方政府来说，君和能帮着刷 GDP 搞招商政绩，哪怕知道有点水分，也愿意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对银行来说，君和是500强企业，还有城投背书，觉得风险低，根本没去查实际货物流转。对投资者来说，看到政府合作高收益就上头，忘了天上不会掉馅饼的道理。就像皇帝的新装里，大家都知道皇帝没穿衣服，却没人敢说，直到小孩戳破真相。君和的骗局也是如此，直到监管重拳出击，才露出真面目。更讽刺的是，从雪松到正威再到君和，这种套路反复上演，却总有人前赴后继的踩坑。这里给大家提个醒，以后看到政府合作、高收益、无风险这几个词放一起，一定要多留个心眼。如果一个项目看起来太完美，那大概率是骗局。虽说君和这颗千亿雷炸得经济圈鸡飞狗跳，城投背债，银行踩坑，老板们哭晕在烂尾工地，但再换个角度看，他也算歪打正着，帮咱们堵了不少制度漏洞。就像家里遭了回小偷，反而倒逼你装了防盗门，安了监控，以后更安全了。今天咱就用唠嗑的方式，咱先从最核心的贸易监管说起。之前君和玩的空转贸易，说白了就是左手倒右手的假买卖。2025年3月，上交所直接甩出规范商品贸易业务通知，啥意思？就是你说卖了10亿钢材，得拿出仓库发货的记录、货流、对方打钱的凭证、资金流、开出去的发票、票据流，3样对不上号，就认定是假买卖。这招直接戳中了君和的命门。以前靠 PS 仓单走空账就能刷营收，现在再想这么玩门儿都没有。
更狠的是，税务、海关、金融监管还组了查假小分队，用大数据比对信息。比如你说卖了1万吨铜，海关那边得有进口记录，仓库得有入库扫码记录，银行得有资金往来痕迹。但凡有一个环节对不上，系统直接报警。2025年上半年就靠这招查出37起类似案件，涉及金额超500亿，相当于把37个小军河掐在了摇篮里，没让更多人踩坑这种扒掉马甲看真容的监管，可比以前光靠企业自报家门靠谱多了。接着说说地方债务这块，军河算是把城投公司坑得够呛。以前城投为了刷政绩发债券，跟着军河玩数字游戏，结果军河一倒，城投不仅要替他还上，还得补税罚款，不少地方财政都快被拖垮了。但这事儿也让上面下了决心，必须给城投的债务装刹车。首先就是2024年批的6万亿元专项债务置换计划，简单说就是帮地方政府还旧债，但有个条件，优先还那些跟虚假贸易有关的债，比如某城投跟军河合作欠的钱，先从这6万亿里挪钱填上，避免窟窿越滚越大。同时还规定，城投公司搞贸易的收入不能超过总营收的30%，超过了就得拿出货、钱票3样证明，防止再跟人合伙刷流水。有些省份更直接搞了城投贸易负面清单，明确说哪些贸易不能做，比如没真实货物的循环贸易跟空壳公司的买卖，从根上断了城投想靠假贸易刷政绩的念头。就拿上海城投来说，以前靠借钱搞项目，负债率飙到78%，现在通过发行公募，简单说就是把闲置的厂房、停车场打包成理财产品卖，把负债率降到了62%，还赚了不少租金。再聊聊金融监管军河，能骗到800亿融资，跟以前金融圈的漏洞分不开。银行看它是500强就随便放贷，信托公司听政府合作就打包产品，连评级机构都给它评 AAA， 结果全栽了。现在这些漏洞也被堵上了，比如针对军河用 ABS 信托计划圈钱的套路，监管部门要求所有跟政府沾边的金融产品必须把底层资产扒得明明白白。你说这产品是产业园租金收益，就得拿出租赁合同、租户付款记录，不能光靠一张政府合作协议就忽悠人。之前有个信托公司想卖某产业园专项计划，没提供租户名单，直接被监管打回去整改。更贴心的是，还建了虚假项目投资者损失补偿基金，比如你买了军河的 ABS 亏了钱，只要法院认定是诈骗，就能从这基金里领一部分补偿，虽然不能全回来，但总比血本无归强。这就像买了份防骗保险，真被骗了还能捞回点本钱。最后单说说政绩考核的变化，以前地方政府比谁盖的产业园多，签的项目大，不管能不能赚钱，只要 GDP 上去了就算政绩，这才让军河有机会靠画大饼拿低价的。现在不一样了，中央改了考核指标，重点看亩均税收、就业密度、研发投入，就是说你盖个产业园不能只看占地多大，得看每亩地一年能收多少税，能解决多少人就业，企业在研发上花了多少钱。最有意思的是，军河这事还让大家对政府信用有了新认识。以前不管是企业还是老百姓，一听到政府合作、政府背书就觉得稳了，结果被军河坑惨了。现在大家终于明白，政府合作不代表零风险，还得自己看清楚，不能光听名头就掏钱。虽然短期内有些政府合作项目因为大家变谨慎了，融资变难了，但长期来看是好事。以前是靠政府名头骗钱，现在是靠真本事赚钱，慢慢就能形成良性循环。就像以前大家买东西只看明星代言，现在更看用户评价，最后留下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产品。说到底，军河事件虽然让经济亏了517亿，但也给咱们上了堂生动的安全课。靠假贸易刷政绩，靠政府名头圈钱，靠监管漏洞套利，这些路子早晚走不通，以后再遇到类似的雷就能更快躲开，不至于伤得太狠。当然这转型过程肯定有点疼，比如地方政府得慢慢习惯不靠土地赚钱，银行得学会仔细查资料再放贷。但就像人感冒了吃感冒药，虽然苦，但吃完病就好了。相信等这些改革都落地了，咱们的经济会更扎实。到时候再遇到军河式骗局，大家就能笑着说这点套路早就看穿了。最后问大家一个问题，你觉得未来还会有类似军河的骗局吗？点赞过万。咱们下期深扒大宗商品贸易里的那些坑。今天的视频就到这，
觉得有用的话，别忘了点赞、关注、转发。咱们下期再见。